现在介绍的是一个关于机械手臂进行一个图像识别木块的图像识别的一个模型的介绍。然后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些这个，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阶段已经做成的一个效果。首先我们打开 Unity。通过这个简短的这个动画展示，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阶段是，可以对我们的木块进行一个抓取，然后抓取之后，我们放入到摄像头上方拍照，并且进行一个颜色的识别，并且把颜色呢放入到指定的区域内。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个别的颜色，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再展示一个红色的木块。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我们整个模型的建立是一个成功的，因为机械手臂是可以准确的抓取到我们的木块，并且识别的颜色也都是正确的。然后我们要想建立这个模型，我们是在 Unity 中建模，然后在我们的 MATLAB 中进行编程，然后把我们 MATLAB 中的编程结果导入到我们的 Unity 中，然后在 Unity 中进行识别，并且进行整个的演示和运行。然后为了建立我们整个这个模型，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然后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建立这个机械手臂的这个模型和整个操作台的模型。然后关于这方面的这块模型中，因为它需要我们对这个模型进行绘图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一个装配好的 SolidWorks， 并且也有了它的一些装配图。然后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是在 SolidWorks 画的这个图，我们最好是把它导入到 3D Max 中，然后在你导出时把它的格式改为 OGB 格式。当我们改成 OGB 格式时，我们就可以把我们OGB 格式的那个文件直接导入到Unity 中的 Assist， 然后这个导入到这里面时，我们关于这个操作台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然后关于上面说的这些文件呀，还有如果大家对这个机器人模型这块比较感兴趣啊，也想尝试一下，然后关于这些所有的文件，包括我们的装配图呀，然后还有这个绘制图呀，还有 MATLAB 中我们之后要慢慢讲解的这一些编程的这些代码的含义啊，我们都放在这个视频下面的链接上，然后可以打开那个链接自行的去使用这些代码。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在 Unity 中这个模型，然后具体模块呀、界面呀、木块啊、机械手臂一些模块的含义及操作。然后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是关于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些内容。然后这是一个整个机械手臂是吧？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些机械手臂的组件进行一些分组。然后目前我们是分成了4组 ，G1、G2、G3、G4。然后 G1就是这一块，G2是这一块，G3是这一块，G4就是这个机械手臂的爪子。然后为了更方便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机械手臂的它的整个结构图。然后这是它具体的30图的一些结构图，然后其中有这些数值，这些数值为这个机械手臂的真实数值。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图
我们按照这个图在 Unity 中绘制时，它的那个由于在 Unity 中的单位是像素单位，所以它的数值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偏差。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和一些基本的单位，在 Unity 中能更好的展现出来。我们为了更好的理解MATLAB 中每个参数的含义，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示意解释。先把这个简单的MATLAB 给调一下。这个是为了我们更加直观的看出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些具体的对应情况。然后我们在 MATLAB 中用数学模型来表示这个机械手臂。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机械手臂的一些数学模型的表示。在 MATLAB 中，我们使用的是机器人工具箱，然后用的是另一个函数来建立机器人的模型。然后另一个函数中，它默认使用的是标准的 DH 法建立模型。其中这有几个数值，我们看一下它每个相对应的意思。第一个数值为西塔，然后它是关节角的意思。第二个数值为 d， 它是连杆偏距的意思。第三个数值为 a， 它是连杆长度的意思。第四个数值为阿尔法，它是连杆转角的意思。其中最后一个数值只有0和1，它是表示该组件是转动还是移动的过程。其中0是转动，1是移动。然后由此我们对每个数值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然后其中我们看 G1 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然后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连杆长度，很明显它有一个连杆长度。通过我们之前绘制的图，然后这个连杆长度为0.0263，所以我们在连杆长度这一块把这个数值改为0.0263，然后它也没有关节角连杆偏距的变化，所以都设置为0。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函数 G2 这块组件。当我们放大看时，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 G1 和 G2 这一块，它有一个微小的连杆偏距的一个高度差，然后通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杆偏距为负的0.005，然后它的连杆长度为0.036，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函数的它的关于 G2 的这个函数，它的数值为这样。然后我们看 G3， 它的另一个函数表示意思。然后跟之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 G3 这个函数，它俩很明显也有一个连杆偏距，然后这个连杆偏距为负的0.036，0.031，因此它的连杆偏距的数值为负0.031，然后它的连杆长度为0.0416，因此在G3 这块组件的时候，它的另一个函数为这样。然后 G4 的话，它就是表示这个机械臂的它的爪子的一个坐标位置，因此它肯定是没有连杆长度的，是吧？然后它会因为在 G3 和这个爪子之间肯定是有一个高度差，因此它存在咱们的连杆偏距为负的0.0025，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 G3 的这个另一个函数的表示意思。这些就是关于机械手臂它每个组件的具体，我们通过这个图能更加清楚的看到，然后它每个数值代表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关节角的一些设置呀，然后它关节角度的一些限制，就像这个展现的这样。然后呢，我们对robot， 然后它是表示咱们的连接连杆。然后 joins 它是就是初始的
咱们的关节角的设置，就是初始的这3个数值，就是0.09，然后0000它的关节角设置。然后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关于爪子的一些抓取，和放置的一些过程。然后我们是对爪子的这个抓放是进行 grab 设置，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 grab 等于20，它表示就是这个爪子什么也不干，它什么也不动。然后当爪子 grab 等于1时，它是一个抓取的过程；当 grab 等于0时，它是一个放置的过程。然后接下来 t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就表示它是0到2，从0到2，然后以0.1为间隔。然后目的，它这个 t 目的也就是为了使它整个抓放，当爪子在这个位置，当它到木块的这个位置时，它整个的抓放过程是非常流利且连贯的。因此，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这个简单的设置。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 x1、x2 和 z1，这就表示它这个初始木块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义，然后x1、y1和 z1，它就表示这个木块初始位置它的坐标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已经定义好了这个机械手臂的初始位置为这个位置，然后木块的位置看到它是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坐标和机械手臂和它如何转动的这个位置坐标，我们在 MATLAB 中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定义。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机械手臂从这个初始位置，它需要移动到木块的这个终点位置的一个整个运动路线，我们需要再进行设置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在 MATLAB 中对机械手臂从这个位置到木块的终点位置进行计算，然后是通过这些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然后这些计算我们可以得到每个组件它移动到这个位置它的关节角都是多少，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数学模型得到。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数学模型只是在 MATLAB 中展现，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肯定是需要把 MATLAB 中我们计算的这些计算结果、这些数据传输到 Unity 中，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在 Unity 中把这些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我们进行展示，通过动画的方式。然后因此这块就是我们把 MATLAB 中的计算结果导入到 Unity 中的相关的一些模型，然后从而这些我们运行完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从而就可以得到第一个步骤，就是能明显的看到第一个步骤是机械手臂它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然后对这个木块进行抓取。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Unity 中的这个展示。然后木块移动到指定位置时，我们机械手臂就对这个木块进行抓取，然后我们目前就做到这个位置，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之后的一些图像识别呀，一些具体的别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木块颜色识别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需要把机器人的爪子移动到木块的位置，然后对木块有一个抓取的过程，然后把木块抓上来以后，然后需要把木块移动到摄像头上面。我们是在 Unity 中的这个位置放入了一个摄像头中，然后在这个摄像头上面停住，然后让摄像头对这个木块进行拍照。拍照之后的结果，我们在 Unity 中进行计算，这个木块到底是什么颜色。然后当 MATLAB 中计算出这个木块的颜色之后，我们就放入在这上面的指定颜色的区域中。然后我们可以在 MATLAB 中具体的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这一块是我们整个的过程，然后这一部分是，我们把之前我们已经把机械臂的爪子，然后移动到了木块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的爪子就会有一个 grab 等于1的过程，然后就说明我们爪子是，抓的过程。抓完之后，我们把这一块放置到摄像头上面，这一块是咱们的摄像头的一个位置坐标。然后我们当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装上了一个摄像头，因此这个过程，整个过程都是咱们需要把这个爪子的移动过程啊，从木块的位置移动到摄像头的上方，然后当移动到摄像头上方时，我们的摄像头就需要对咱们的这个木块进行一个识别颜色，然后先拍照再识别颜色，然后这一块就是咱们一个拍照的过程。然后拍完照之后，我们就需要来识别这个颜色等于是什么颜色了。然后我们设置的是当颜色等于1时，说明这个木块是一个红色。如果是红色的话，红色指定区域在这一块，我们就需要把红色的这个木块 MATLAB 中计算出这个木块是个红色，我们就需要把红色的这个木块放置到红色的这个区域内。然后当咱们的参数为20，就说明这个木块是个绿色，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绿色的木块放置到绿色的这个指定区域中。当参数为其他时，我们就默认这个木块是一个蓝色，蓝色我们因此就需要放在中间这个蓝色的区域中。然后咱们接下来主要是讲解一下这些每个的位置坐标的一些含义。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当它的爪子识别成颜色等于1时，参数为1，说明这个木块是一个红色的，因此我们需要把它放入到相应的红色区域内。然后呢，我们这个坐标是它爪子当移动到这个坐标时，然后爪子进行一个放的过程，然后让这个爪子的那个爪子放了，然后因此让木块顺利的到达咱们指定的这个 XYZ 的这个区域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是跟什么相关呢？肯定是跟咱们操作台上这个红色、蓝色、绿色这3个区域相关。然后这3个区域咱们是在 Unity 中直接设置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 Unity 中，咱们这在 Robot 下面这个 Base 下面设置了3个区域，分别为红色区域、蓝色区域和绿色区域。我们在红色区域中，我们对这个红色区域进行了一个区域的坐标设置，有 XYZ。然后咱们的爪子肯定是要放到这个红色区域内的，所以咱们的爪子肯定是跟红色区域 Unity 中的这个坐标是相关的。然后咱们打开咱们的 Unity 看MATLAB 看一下，咱们第一个红色区域，因为识别木块为红色时，咱们要放置到红色区域。咱们的 XYZ， 咱们可以看到 x 值跟它的 x 值是一致的，然后 z 值负值，然后 z 值咱们看后面这个数，然后 z 值跟 Unity 这的 z 值也一样的。然后主要是看 y 值，y 值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 y 值它代表的是咱们的这个机械手臂，它应该是上下伸缩的嘛，所以它是有一个高度的。然后咱们这个Unity 中的这个 y 值肯定是跟操作那个台是在一个方向上、一个平面上的，所以它的 y 值肯定是贴着那个操作台的。但是咱们的爪子，因为这个是代表咱们爪子的坐标嘛，咱们的爪子肯定是需要比咱们的操作台高一点点的距离，然后这样才方便咱们的爪子进行放的一个动作，然后让那个木块顺利的下来嘛。所以咱们的 y 值就会比实际上操作台上的 y 值是要高一点点，有一个高度的。然后我们同理，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在蓝色区域时，它的 x 值是它的负 x， 然后 z 值是一样的， y 值也是高了一点点的区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绿色区域时，我们 MATLAB 绿色区域时，我们检测到它参数为20，木块为绿色，然后是看一下它的 x 值为负 x， 然后 z 值是一样的，然后 y 值是比实际上的 y 值要高一点点，
然后因此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爪子顺利的到达每个区域的上方，然后并且进行一个放的过程，然后让咱们的木块垂直的放入到咱们指定的区域中。当咱们的机械手臂回到初始的位置时，然后至此咱们的机械手臂对木块的颜色识别的这个动作就已经结束了。然后那么整个机器人机械手臂它抓取木块并且识别颜色放到相应的指定位置时，这个整个过程我们都已经完整的做完了。然后因此我们最后就是在这个Unity 中进行一个简单的 UI 界面设置，然后每一个参数呀的变化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来。然后首先在这个界面上我们设置了G1、G2、G3、G4四个数值，其中 G1它是为上下移动的，因此它的数值是高度的变化。G2、G3、G4，它是关节角，因此它的数值是角度的变化。然后在这些数值下面，我们设置了4个按钮，其中为绿色、蓝色、红色和重置。然后这4个按钮就是当我们点击绿色按钮时，那么我们的木块颜色就是绿色。然后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后面出了一个绿色木块。然后当我们的点击一个红色按钮时，我们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木块。当我们点至重置按钮时，我们就可以清除上我们页面上所有的木块，然后重置为0。然后的话，为每一个木块，当我们看一个蓝色木块出来时，它的蓝色木块的它的坐标发生了变化。当我们点一个红色木块时，红色木块的这个坐标发生了变化。我们点一个绿色木块时，绿色木块的坐标也发生变化。我们重置时，这些坐标都清为0。然后我们只对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的一些简单的坐标变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 UI 界面设置。然后到此我们整个的这个机械手臂的在 Unity 中运行啊 MATLAB 的一些讲解就到此为止了。